大家都知道霸王是彰化人，但你知道瑞士是什么人吗？瑞士可是鼎鼎大名的人格中立人。想到主打中立的瑞士，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阿尔卑斯山巧克力？但除了巧克力跟昂贵手表之外，历史上的瑞士其实是一个以冷酷杀人著名的佣兵大国啊！而且瑞士今天能成为国际不粘锅，完全要归功于这群拿钱办事的狂暴佣兵啊！有人说瑞士佣兵强到连希特勒都不敢动他们，也有人说瑞士其实私下跟纳粹有着黑心的交易。究竟这群狠角色是从哪里来的？瑞士又是怎么变成世界上著名的中立国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瑞士这个中立不粘锅背后的血腥真相吧。要了解瑞士为什么能成为中立国，首先得看看它那个尴尬的地理位置。打开欧洲地图，仔细瞧瞧啊，瑞士的东边有奥地利，西边有法国，北边还有强大的德国，每一个邻国都比它大，而且动不动就打得天昏地暗。但神奇的是，战火子弹怎么飞，就是很少掉到瑞士的头上。这可不是瑞士的运气好，也不是周围的邻国突然佛心的发现，而是瑞士靠着杀人不眨眼的佣兵事业，硬生生把战火挡到国门之外。以前的瑞士可不是什么浪漫仙境，现在大家套上浪漫滤镜看阿尔卑斯山，觉得那里空气清新，生活富裕。但在中世纪，那简直是地狱模式啊！瑞士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区，土地非常的贫瘠，天气冷得要死，种什么死什么，竟然没办法靠种子填饱肚子。农夫们只好把手中的农具换成武器，砍柴跟砍头对他们来说只差一个字。于是农夫们集结成武装团体，开始接单替别人打仗赚外快。刚开始，这群山里来的农夫到处碰壁，直到西元1315年的默加顿战役，一支迷你的瑞士民兵部队遇到了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骑士团。原本完全不被看好的瑞士民兵，利用对地形的超级熟悉，在山谷里设伏突袭，把哈布斯堡的重装骑兵打得溃不成军。这场神奇的胜利振奋了瑞士人，他们决定把这种山地战术发扬光大，更进一步研发出著名的瑞士长矛方阵。数百名士兵手持长达5公尺的长矛，组成密不透风的人肉碎纸机啊！到了1386年的森帕赫战役，瑞士民兵再次大胜哈布斯堡军队，同时再也没有人敢笑他们是兼差的农夫啊！世界各国开始疯狂争相下单，瑞士佣兵一跃成为国际最热门的品牌。真正让他们垄断市场的是1477年的南袭战役。当时的勃艮第公国野心勃勃，公爵勇士查理想要并吞瑞士，结果勇士查理在南袭战役中直接被瑞士佣兵砍死，连尸体都被打得面目全非。战后3天，大家才在冰天雪地里找到他。这场惨烈的战役替瑞士佣兵打了最强的广告，全欧洲贵族国王都被吓傻了，纷纷捧着黄金抢着购买瑞士的佣兵。但佣兵事业做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因为只要有钱，瑞士谁都帮。这就导致了极度荒谬的场面。在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中，受雇于法国的瑞士佣兵竟然在战场上遇到了受雇于米兰公国的同胞，自家人在异国战场上拿着长矛互相残杀。这场流血悲剧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大家开始反思，为了钱杀害同胞，这到底值不值得？这次的教训让瑞士萌生了初步的中立意识，决定不再参与欧洲各国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真正的中立可不是自己说了算啊！到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我们的老朋友拿破仑横空出世。拿破仑看中了瑞士佣兵的惊人战力，强行入侵瑞士，并建立了海尔维蒂共和国，把瑞士变成了法国的附庸国。
瑞士佣兵被迫跟着拿破仑东征西讨，参与了奥斯特利兹战役与远征俄罗斯的大战。在拿破仑眼中，瑞士佣兵就是最强的打手。然而到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彻底战败倒台，跟着大哥一起摔得惨兮兮的瑞士立刻学乖了，不想再卷入强权的战争。于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列强重新瓜分欧洲势力范围，瑞士代表大声举手表示，以后你们打仗请不要再拖我下水。列强考虑到瑞士地形险要，用民风标杆，与其被别国占领，不如让它保持中立。于是欧洲各国一致同意，正式承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虽然瑞士在欧洲宣告了中立，但私底下的佣兵生意可完全没有停摆，甚至还把市场扩展到遥远的亚洲。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抢夺香料，在印尼展开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荷兰人需要大量的人血保镖来压制当地的人口，开出了极其优渥的薪水，聘起了瑞士的佣兵。瑞士佣兵跟着荷兰军队来到爪哇岛，帮忙镇压当地原住民的起义与反抗，执行各种残忍的清乡与报复任务。但在高压的殖民环境下，士兵每天面对无辜平民的鲜血，心理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创伤。为了抚慰生活与精神上的痛苦，许多瑞士佣兵在当地找到了印尼女性照顾生活。这种关系在当地被称为爪哇语的妾室。虽然这些女性提供了生活上的照顾与慰藉，但她们同时也是殖民政府监督士兵的眼线。许多瑞士佣兵在印尼酗酒闹事甚至精神崩溃，曾经不可一世的神话在血腥殖民中逐渐瓦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昔日的狂暴佣兵到底是怎么演变成现代的金融大国答案其实非常的现实，那就是钱太多了。瑞士佣兵常年帮欧洲各大国打仗，赚取了天文数字的高额薪水与战利品。这些佣兵把大量的黄金现金带回老家，不可能全部放在家里抽屉发霉吧？于是专门帮忙存钱贷款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瑞士银行业的雏形。更厉害的是，雇佣佣兵的各国国王都不希望自己秘密买凶打仗的事情曝光。瑞士人展现了超高的商业头脑，推出了无微不至的客户保密服务，承诺绝对不会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存款资讯。这种高规格的保密传统，在1934年正式被立法为瑞士银行法。瑞士靠着拿钱办事与绝对保密的精神，成功从佣兵输出国转型为全球资产避风港。然而，这套拿钱办事不问来源的原则，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让瑞士留下了巨大的污点。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大肆的侵略，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种族灭绝。希特勒抢夺了无数被害犹太人的黄金与财产，这些洗不干净的黑钱需要一个地方变现。中立的瑞士银行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秉持着只要有钱赚就来者不拒的原则，瑞士银行大量买入纳粹抢来的黄金，把纳粹换成自由外汇来购买战略物资。纳粹高层也把瑞士当成个人的资金避风港。更过分的是，战后幸存的犹太人想要领回财产，瑞士银行却要求出示早已被纳粹摧毁的证明文件，以此为由强行扣留了大量的犹太人遗产。直到了1998年，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瑞士银行才被迫拿出12.5亿美元进行赔偿。那希特勒当时为什么没有顺手打下瑞士呢？其实纳粹德国早就制定了秘密入侵计划，代号叫做圣诞树行动。但希特勒最终选择放弃了入侵，主要是因为瑞士早就做好了全民皆兵的准备。瑞士实施了著名的国家堡垒战略，将国防主力撤退到险峻的阿尔卑斯山，在山体内部挖空建成了无数要塞与碉堡，动员了数十万训练有素的民兵。瑞士政府甚至警告德军，如果敢入侵，就会立刻炸毁所有山洞，
隧道与桥梁，切断与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战略通道。希特勒评估后发现，打下瑞士的代价太大了，而且留着中立的瑞士帮忙洗钱与运输物资，对纳粹来说利益反而可能更大。瑞士就这样在刀光剑影中奇迹般活了下来。如今历史上，瑞士佣兵几乎已经绝迹，唯一保留下来传统的只剩下梵蒂冈。自1506年起，瑞士禁卫队就一直担任教宗的保镖，每一位队员都必须是精挑细选的瑞士青年，身穿复古的彩色制服，手持长矛，继续守护着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忠诚传说。回顾瑞士这段充满血与金钱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的中立从来不是靠温良共显让，而是建立在强大的武力与极致的利益交换之上。然而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瑞士却破天荒的决定打破数百年的传统，全面跟进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与经济制裁，冻结了俄罗斯富豪在瑞士的资产。这项举动震惊了全世界。有人质疑瑞士放弃了永久中立的招牌，但瑞士政府表示，面对赤裸裸的侵略，绝不能承诺。真正的中立究竟是绝对的不沾锅，还是在大是非面前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或许是瑞士在未来的岁月中需要继续思考的重大课题啊。